你如果今天刷到马斯克那条 X， 很容易一下子被2层情绪同时带走。第一层是 AI5 终于 tape out 了，第二层是外面最抓眼球的那句 AI5 可能比上一代强出40倍。这2句话一叠加，市场最自然的翻译就是特斯拉的 AI 又跳了一代 ，FSD、Optimus、Dojo， 甚至整套估值逻辑可能都要往上重算。但这条新闻真正拧巴的地方恰恰也在这里，因为马斯克后面的回复又补了一句 AI5 先去 Optimus 和 Supercomputer Clusters，AI4 已经足够让 FSD 的安全性远高于人类。也就是说，最像马上改变车端未来的新闻，偏偏又不是一个直接指向短期装车兑现的口径。这个矛盾才是这条题最该拆的地方。所以我对这条消息的判断很简单，它是利好，但更像预期强化，不是兑现确认。你要是把技术 milestone 直接翻译成商业结果，后面最容易吃亏。今天市场在兴奋的，和明天业务会不会落到报表上，中间其实隔着很长一段路。先把 tape out 翻成人话，它不是芯片已经开始大规模出货，更不是已经装车上路了，它更接近一个设计阶段的关键关口，图纸定稿交给工厂去做。马斯克4月15日确认 AI5 已经 tape out，AI6 Dojo 3也在推进，而特斯拉自己1月的 Q4 更新文件里其实已经写过 AI5 和 AI6 的研发在推进，量产规划分别指向2027和2028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新故事，但它离今天发、明天兑现也确实还有清楚的时间差。再看那个最容易把人带偏的倍数，外面流传最广的是40倍，可特斯拉1月文件写的是 AI5 相对 AI4 的目标提升是50倍级，拆开来看是10倍原始算力、9倍内存容量，再加上推理环节里某些关键模块的硬化优化。马斯克后来又补了一句，单颗 AI5 的 useful compute大约是当前双 AI4 的5倍。你会发现同一代芯片外面至少有3种口径在同时流传，40倍、50倍、5倍，市场最喜欢把它们压成一个简单数字。可工程现实不是这么算的，你只看40倍性能反而最容易理解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芯片这件事本来就不只是一个跑分变高的故事，算力、内存、带宽、推理效率，这些是不同维度，它们真正影响的是你能不能在车上或者机器人上跑更大的模型，能不能少做妥协，能不能把延迟、功耗、成本压到可接受范围。也就是说，性能倍数更像是在告诉你天花板被抬高了，但它不等于路上的表现会按同一个倍数线性放大，更不等于商业化进度会同步跳跃。这个差别看懂了，你才知道这条新闻到底好在哪，也知道它还没好到哪里。那市场为什么还是会这么买账？因为 AI5 真正击中的不只是芯片本身，而是特斯拉最想让市场继续相信的那条大主线。它不是一家单纯卖车的公司，它想把自己讲成一家把车、机器人、算力、推理芯片、软件站捏成一体的 Physical AI 平台公司。Tesla 自己的 AI Robotics 页面写得很直白，它要把 Autonomy 部署到 Vehicles、Robots and more。FSD Chip 团队做的也不是单纯买外部芯片来拼系统，而是自己做推理硬件，再把硅片验证、量产，最终落到车里。AI5 这个里程碑强化的就是这套垂直整合叙事。你把这件事放回特斯拉眼下的基本面，就更容易理解资金为什么会兴奋。特斯拉2025年汽车业务收入同比下滑 10%， 全年总收入下滑 3%， 运营利润率只有 4.6%。 这说明今天支撑它高想象空间的早就不只是今年多卖了几辆车，而是市场愿不愿意继续给它 FSD、Robotaxi、Optimus 这些远期选项值。AI5 这种新闻一出来，等于是在告诉市场，别急着只按传统车企那套框架给我定价，我还有更大的故事在往前走。对管理层来说，这个信号的价值很高，所以当天股价涨接近 8%， 一点都不奇怪。资金不是突然发现特斯拉多了一颗芯片，而是重新把这颗芯片接回到那条更大的未来曲线上。如果 Tesla 的芯片路线、机器人路线、算力路线都没停，那这家公司就还可以继续被当成未来平台来交易，而不只是周期承压的车厂。问题是，市场最容易在这里把故事继续成立和结果已经落地混成一件事，它们不是一件事。真正该让你停一下的是马斯克那条很容易被忽略的补充回复。他说 AI5 先去 Optimus 和 Supercomputer Clusters，AI4 已经足够让 FSD 的安全性 much better than human。 这句话如果按字面理解，意思很直接， AI5 不是短期车端 FSD 兑现的唯一硬件闸门。换句话说，最热的这条芯片新闻未必直接对应市场最想要的那个近端结果。它当然可以继续抬高 Tesla 的 AI 想象力，但它不自动等于 FSD 新阶段马上确认。这就是这条新闻最容易误导散户的地方。而且就算你接受马斯克对 AI4 的判断，这也不意味着 FSD 的商业拐点已经到了。特斯拉自己官网现在卖的还是 Full Self-Driving Supervised， 页面写得非常清楚，
当前功能需要主动驾驶员监督，不会让车辆变成真正的 autonomous vehicle。另一份官方支持页面也写得更直白，真正的 full autonomy 还取决于远高于人类的可靠性以及监管审批，而监管节奏在不同地区可能更慢。你把这两句放在一起看，就会明白一件事：硬件更强当然是好事，但真正决定 FSD 什么时候跨过商业化那道门的，不只是一颗更强的 SoC。所以 Tape-out 的真正含义不是答案出来了，而是可以进入下一个更贵、更慢，也更容易暴露问题的阶段了。特斯拉1月文件把 AI5 的 Production Plan 指向2027，路透3月援引三星管理层的话说，相关芯片在德州工厂的量产预期是2027年下半年。再往下还有首批样片、验证、良率、封装、散热、功耗、车规导入、软件适配。Tesla 自己 AI 页面也写着，FSD 芯片团队不只是设计芯片，还要 validate the silicon， 再 bring it to mass production in vehicles。你会发现，新闻最热的时候，反而正是离真正放量最远的时候。这里还有一个很现实的推断：如果 AI5 的首批重点真像马斯克说的那样，是 Optimus 和 Supercomputer Clusters， 而不是大规模车端，那说明 Tesla 自己对应用顺序也在排优先级。这个排序背后可能有很多现实考量。车端要面对的是整车导入、车规验证、存量平台兼容、成本和功耗约束。集群和机器人在前几轮验证里，反而可能更适合作为新架构的试验场。这个判断是推断，不是公司明说，但从它公开给出的用途顺序看，这种可能性并不小。也正因为这样，你更不能把 AI5 自动翻译成马上大规模装车。机器人这条线也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近。特斯拉1月更新里写的是，第一代 Optimus 生产线正在安装，是在为 Volume Production 做准备。注意这个措辞，他说的不是已经进入规模化商业产出，而是在为那一步搭线。所以不管 AI5 最先服务的是车还是机器人，它面对的都不是一个明天就能大规模收钱的成熟场景，而是两个都还在爬坡，都还需要执行力继续往下推的应用方向。到这里你大概就能看清这条新闻里其实有几波人在压不同的东西。管理层压的是身份转换，他最怕市场重新把 Tesla 只看成一家利润率承压的车企，所以任何能强化 AI 平台定位的里程碑他都愿意放大。中长线机构压的是闭环能力、芯片、模型、数据、终端，能不能真正整成一个别人难复制的系统。短线资金压得更直接，看到 Tape-out， 看到赛图，看到高倍性能，就先把情绪拉满。供应链和晶圆厂压的是另一层，量产节奏能不能真的落地，决定这是不是一个长期大单。真正最容易看错的是散户，因为散户最容易把这些不同层次的下注读成同一个结论，结果已经来了。散户最容易踩空或者踩坑的时点，往往不是消息出来之前，而是逻辑已经被讲顺之后，标题最热，照片最好看，股价已经先冲一段，社交媒体开始把 AI5 自动翻译成 FSD 快成了，机器人快量产了， Tesla 要重新估值了。这个阶段看上去最安全，因为所有人都在听你讲故事，可恰恰也是这个阶段最关键的问题最容易被藏起来。什么时候量产，先给谁用，软件有没有同步跟上，监管有没有放行，资本开支会不会继续抬。你是在叙事最完整的时候进场，却接住了最多还没被回答的变量。这也是为什么这类消息经常会出现一种很拧巴的市场节奏。新闻方向没错，价格第一反应也没错，但后面未必会按最直觉的路径继续走，因为市场先买的是未来曲线，而不是当季利润。只要未来曲线的斜率看起来更陡，价格就能先反应。可等到下一次财报或者公司更新出来，资金又会突然回到很老派的问题：车卖得怎么样，毛利率怎么样， CapEx 要花到哪， AI5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上量。特斯拉已经定在4月22日发布 Q1 2026业绩，而公司4月2日刚披露一季度交付是358023辆，产量408386辆。眼下摆在台面上的最近一次检验，仍然是这些现实问题。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，马斯克3月刚说过，如果顺利 AI6 可能在2026年12月 Tape out。 表面看这是节奏越来越快， Tesla 正在把芯片代际往前压，可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这也意味着市场接下来会用更高的执行标准盯着它。 AI5 要不要按2027节奏走， AI6 会不会真在明年年底定稿，后续一代代能不能延续这种 cadence。 故事一旦建立在持续快速迭代上，市场奖励会很高，但任何一个环节卡住，回撤也会来得更快。所以接下来真正值得你盯的第一个坐标不是 AI5 到底是不是40倍，而是时间。特斯拉后面会不会给出更具体的样片、验证、导入、量产节点，而不是一直停留在2027左右这种大框里。只要时间表还是出的，这个故事就还是偏预期。只有当节点越来越细，市场才会逐步把它从远期叙事往可执行计划去折线。现在这一段
显然还在前者。第二个坐标是用途 ，AI5 的优先级到底是车端 Optimus 还是更大范围的 Supercomputer Clusters？ 这个问题之所以关键，不是因为哪条线更性感，而是因为不同用途对应完全不同的兑现路径。车端意味着整车导入和 FSD 体验，机器人意味着产线、成本和任务场景，集群则更偏内部训练和推理基础设施。马斯克现在给出的顺序，至少说明市场不能再偷懒的把 AI5 简化成下一代车端芯片这么单一的一条线。第三个坐标才是市场真正最想看的转化，芯片更强，最后能不能真的变成更低的推理成本、更大的模型空间、更少的人工接管、更清晰的商业模式？你别忘了，特斯拉今天官方还在卖的是 FSD Supervised， 并且官方自己也写着，这些当前启用的功能不会让车辆变成 autonomous， 也就是说，市场最后要的不是芯片团队又往前走了一步，而是这一步能不能继续穿透软件、验证、监管，再变成用户能感受到、财务上能确认的东西。中间任何一层断掉，前面的高倍数都可能只停留在资本叙事里。所以回到最初那个问题 ，AI5 是不是利好？是，而且是那种不能轻视的利好，因为它至少说明 Tesla 的下一代自研推理芯片没有停在 PPT 上，路线在往前推，芯片、机器人、算力这条大主线没有断。马斯克这次发的也不只是一张芯片照片，他是在继续把市场的注意力从你是一家卖车公司往你是一家做 Physical AI 的平台公司上拽。这个动作对估值叙事本身就是有作用的，但它是不是已经足够让你下结论说特斯拉的新周期确认了 FSD 商业化拐点到了机器人落地，已经进入倒计时？现在还远远不到这一步。更准确的说法是AI5 让特斯拉继续讲 AI 故事的底气更强了，却还没有替市场回答那些真正决定兑现节奏的问题：量产节奏、应用顺序、车规导入、软件配套、监管审批、商业模型，这些门一道都没少。成熟一点的看法，应该是把这条消息当成一个前进信号，而不是终局信号。你可以因此更重视特斯拉的 AI 主线，但别因为一张芯片照片和一个夸张的倍数就自动跳到结果已经确认。在 Tesla 这种公司身上，最容易让人亏钱的，往往不是完全看不懂故事，而是太早把故事当成结果。所以这条新闻我会把它定义成偏利好，只是它利好的层次更接近信心，不是结论，更接近预期强化，不是兑现确认。如果你把这层区别看清了，你对 AI5 的判断才算真正开始成熟。